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基督徒必须每周都来教会吗？这是很多人都疑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每个周日一般情况下来讲都被要求到教会去聚会。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讲，不管是工作原因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觉得人在地上已经很辛苦了，每周都要工作，那么周一到周五工作，有的时候周六还有些教会的活动，那么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星期日，那么还要到教会去做礼拜。到教会做礼拜，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没有了。有的时候呢，下午还有点团契聚会、查经班之类的。好像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而言，除了工作就是来教会，似乎没有自己游玩的时间了。我想这也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一种困扰。好像人一旦信主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么你的星期日就被捆绑了。当你不来教会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教会做礼拜呀？但是说实话，很多基督徒在周日聚会的时候，也就是周日礼拜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个礼拜能够为他带来更多的帮助。因为很多基督徒给人的感觉都是，来教会来遇见神是很好的，在教会之外呢，先把这个重担卸下来了，进入教会，但是做完礼拜之后，离开教会的时候又把这个重担穿起来了。这是很多基督徒都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艰辛，生活都是柴米油盐的，但是这些柴米油盐上现实的问题，你在教会又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就变成了把重担卸下，进入教会，高高兴兴地做了一个礼拜，然后等你离开的时候又把重担重新穿上。这样的基督徒是很辛苦的。今天的教会更多时候所面对的都是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你很难把信仰带入生活中。那么来到教会做礼拜，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精神安慰，而不是对你整个人的生活带来实际上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节经文，那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段经文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呢，我想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解读，可能很多人还不够深入。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但是耶稣教导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会使我们得安息。那么这段经文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叫安息？劳苦担重担大家都能理解，就是累嘛，就是辛苦嘛。但是我们在世上如此劳累辛苦的人，那么到了基督，到了耶稣这里来，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安息呢？什么才是安息呢？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读圣经，可能对于安息这个词已经看了很多了，但是又有多少人明白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安息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其实就是休息。那么在这段话里边，主耶稣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中的确都是很劳累的，如果你累了，就到他这里来，到他这里呢，你能得到休息。其实很多人呢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这就是印证了前面的那些话。我们把重担卸下来，来到教会做一个礼拜，
在礼拜中我们得到了休息。但是呢，当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又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又要面对柴米油盐，那么又把这个重担穿上。似乎礼拜堂或者是聚会只是我们暂时逃离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暂时的避难所。然而这个避难所每周就只开放半天，你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你只能在这里得到一个暂时的休息。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难道我们的基督信仰只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安慰剂吗？其实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就是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不停的消耗。我们与人接触，我们在家庭生活中，不管方方面面，我们每一天都在消耗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窗口来解决这个问题。安息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中有休息的意思，但是呢，它也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因为毕竟语言和语言之间没有办法直接过渡到某一个词对应某一个词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语言上的限制。而安息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其实有一层意思是我们在中文中没有办法体现的，这就是重新得力、重新振作的意思。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一台机器或者是一个机器人，它没有电了，那么没有电的时候就要去充电，充电之后充满了，它就满血复活了，满血复活之后它就能够继续工作了，大约就是这样的一层意思。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也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会使你们重新振作。所以这个安息不仅仅有休息的意思，还有让你重新振作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安排我们每7天就要来见一次他。我们每7天来见一次他，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敬拜他，为了到这儿能得到休息。神知道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都是在消耗自己，当我们消耗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承担了，就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了。所以呢，你就要回到神这里，神为你重新的充电。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电不够了的时候，你就要回到你的源头去充电。所以说把我们自己比作成一台手机，那么就是我们的充电周期就是每周要充一次。当然今天的手机都是每天1充或者每天2充，但是我们作为人这样的一台手机呢，每周要充1次。如果你这一周没有来教会，那么下一周你就是处于一种亏电工作的状态。当然人比作成手机并不是完全的能够等同，当我们这一周没有来教会，那么你下一周仍然要面对社会，继续的去消耗自己。当人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抵抗这些世界的诱惑的时候，人可能就出问题了。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周不去做礼拜你就会出多大的问题，人出问题都会像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样渐渐地挪移帐篷。当然不是说你这一周不来教会你就一定会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你这一周没有去，你下一次脑子里就会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一周不去也没什么。当你连续的一周一周的不去，你就会觉得2周3周也没什么。当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时候，
慢慢的一些人就逐渐的远离教会了。我们再拿手机来做比喻，当你的手机一直处于80%以上的电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放心，就会觉得电力是足够的。但是呢，当你的手机低于20%的电量，它的功能也没有受影响，但是呢，你是不是就会感觉到焦虑？所以神让我们不断的持续充电，希望我们始终是保持一个电量比较满的一个状态。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你的电量低于20%再来充电，也许呢低于50%就赶紧的去充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周要来教会的原因。神知道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在消耗你的电量。神说你赶快回来充电，到我这里来，我就会把你的电充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能力去抵抗这些外部的诱惑。所以一个基督徒比较好的状态，是你每周来到神面前，把你的负担，把你的劳苦交托给神，然后轻轻松松的回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不是把你的重担卸在教会的外面。如果你把重担卸在教会的外面，神又怎么帮你呢？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更多的神会在聚会中做很多的工作，你要把你的劳苦重担交给上帝。神是你的避难所，但是神也是你最好的充电站。这就像人每天都要定时的吃饭，而且很多人呢，在每餐和每餐之间还要吃一点咖啡甜点。这样在你身体消耗的时候，这些东西，食物、甜点、咖啡就会给你提供能量，让你重新得力。所以我们每次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单纯的觉得安息就仅仅是休息的意思，安息也有让你重新振作、重新得力的意思。所以这并不是让你的疲劳得到一个缓解，而是让你重新恢复一个满血复活的状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看每一周做礼拜的时间，千万不要觉得我有一点什么事情，这一周就可以不做礼拜了，也没有什么亏欠，也没有什么亏损，这是不对的。我们最好的状态就是每一周都能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给自己充电，让自己始终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今天您是不是觉得对安息这个词有了更多的了解呢？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认识神一点。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同在，我们下一期见。